下车。这儿。白天啊。 乐乐，乐乐，哎，我来晚了吗？没有，是我来的比较早，我就想收拾收拾。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？跟高局申请的。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，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。行吧。哎呀，再推过来吧。好。往里靠，往里靠点。好，谢谢。还真够执着的你。哎，
我爸刚炸的，尝尝，老香了。谢谢。来了，哎呦我，哎，这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！咋回事？谁弄的呀？这变化太大了，这个。走，郭老师，那个郑北，你的位子在那里，你搁哪儿啊？我就在实验室里。哦，国柱啊，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，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会儿吧，郭老师。这是你的显微镜，我放在这里了。哎呀，郭老师，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？顺手而已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说，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。这都是穿白大褂的，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呢？那谁像啊？老舅啊，让老舅听了，铁定不给你饭吃。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，这个凶手是31号，从这个花洲上的车，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，绕过了乘警的检查。2号到的咱们哈兰啊，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、宋武的车。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，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，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发生了冲突，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，宋武被刀捅死。啊，这么看呢，宋文、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，这毒贩子啊。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？灯头。灯头，哎，俩灯头，知道吧？那就是说，宋文、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，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。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，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？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？让我看看。哎，我这资料呢？这呢。行啊，整挺立正啊。留在局里没事做，顺便收拾了一下。这不对啊！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不江小海报的案吗？对，案件记录里说，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。那是江海撒谎了，他那天根本不值班，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。所以这宋文、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没人会知道，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。那这江小海啥情况？他问题很大呀。这又是啥？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，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，我昨天下午调来的。有没有江小海的？等一下啊，这儿。这小子有案底，打架斗致人重伤，1990年儋州蹲了5年。北哥，怎么的？有发现啊？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4个人。啥玩意儿？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，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。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，补全了整个轮廓，按照比例推算，这个脚码不是42码，应该是40半或者41。你是说，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，还有第4个人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，但既不是宋文，也不是宋武。对，这不对啊！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，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，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，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。有一个。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。故不故意的，你已经隐瞒了。
为什么撒谎？害怕，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。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？你没杀人，我们能冤枉你啊？你出现在命案现场，还跟我们撒谎，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。4月2号那天晚上，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？那天白天，我无意中听见宋儿跟宋母说，有笔大买卖，能挣好几万。什么买卖？没说，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。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？没溜进去。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，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。江小海，我问你的话，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。宋文自己开着车，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，宋武给开的门，对吧？对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？11点40。怎么记这么清楚啊？我特意看了一眼表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。他们3个人一起下了车，上了小白楼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。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？我当时躲在走廊里，听见里边吵起来了。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。小海，当时屋里已经没动静了。然后我就听见宋文的声音。我没抓住他，我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这些话你上次怎么不说？
我说了，你们肯定以为我也杀人了。谁呀？看，这儿份材料，渴死我了，也没个水啥的。这是目击全程啊，怎么没报警呢？说你胆儿小，不想惹事儿，你给瞅还那样，给我气的。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4楼，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。夫妻俩都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呀，说着这个我都想笑。这男的半夜起夜，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，都要松手了。江小海冲过来，一把把他给薅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更厉害了。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，没有报警，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，俩人一块看热闹。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。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，然后是停电，然后是坠楼。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？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？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，凶器没有被清理过，上面只是凶手宋文、宋武他们的指纹。之前在档案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，户籍记录也调过，确实没啥异常。那你说他这算啥？见义勇为失败？也算见义勇为了，也算知情不报了，把人放了吧。跟高局说一声，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，跟咱没关系了。这不对呀，哥。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，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，摔死，把宋武给捅死，然后爬消防梯跑了。现在看来，江小海去的时候，宋文还活着，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。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，凶手的步伐很乱，脚印间距离不匀，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，或者已经受了伤。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，应该也不会返回去。有道理。杀了人，肯定现在跑路吧？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，安排人在那排查，等着吧。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，想要活命藏身，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。人生地不熟的，还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，极有可能拆成小包，快速折现。国柱，国柱，你干啥呢？神叨叨的，开会呢。你瞅个肠干啥？那肠里有越冬仔啊？可能还真有。你快吃吧，你还真有。哎呦我天！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，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，但是他没当回事儿，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。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。弄巧哪儿能啊？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？哎呀，他这个指纹的概率，哎呀，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，我专门留意过。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。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像鞋右上方。大咧巴和红肠，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。这玩意儿能像吗？真的像，你仔细看看，你看这个弧度。啥？哎，你别吃我证据。哪有证据？北哥，他给我吃了咋整啊？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，跟俩孩子似的？
你非吃大肠干啥？肉，饿。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？锅炉2小边上。锅炉2小边啊。那离玻璃厂是不远。不远。哦，那块儿，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，是吧？那进市区，确实可能路过那儿。你把指纹比对一下，查查。能的呀，丁国柱，这小眼睛挺贼，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。这不是吗？都比对的清清楚楚。哎呦，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，少绕了很多弯路。咱们组行啊，都是人才。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。一个月请你吃8顿饭，还吃，我就剩30多块钱了。你看吧，吃啥？开玩笑呢，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。你给人顾老师吃点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，可香了。你尝尝。好吃，好呀。爆米花肌的涂层含铅，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，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。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。我从小吃到大，我咋啥事都没有？别胡咧咧啊！干啥呢？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？你吵吵啥呢？顾老师没事啊。行了，不听他的啊，咱吃，来大口吃。行了，别给我扯闲篇了，嫌事儿不大呀，还大口吃。咱们现在啊，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，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。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，比如游戏厅、台球厅、旱冰场、歌厅、舞厅之类的。哎，你们去查这些地方。他不光要散货，他还得吃饭睡觉，所以这些小旅馆啊、澡堂子呀、什么发廊啊，都去看看。怎么着？后边外勤和我们一起出啊！我手续已经下来了，正式加入了专案组。下来了。行啊，那今儿正好，我就给你上外勤第1课，第1点，不能像这样似的，太紧绷，太僵硬，活动起来。你看这小舞步跟上，哎，跳，知不知道？应该怎么样？喝酒。跳舞，你看人跳多好，你看这感觉。行，我喝酒，你跳舞。外勤任务第2课啊，出任务不喝酒。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。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，还有2氧化氯。我知道，你还最后喝一会儿，学习，融入啊！我跟人唠会儿。巴利亚那个，他消息多。伟哥，我问你大川，我没听说失败散货兵啊。那你来干啥来了？不是说有别的信儿，也给你留一张吗？啥呀？有生面孔在偷偷的卖红龙。南方人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没见过那人。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，都给我说一下，然后盯紧了，有啥消息跟我汇报。我肯定留一张，我是个学理工。行，玩去吧。没看，来一场。老哥，那边是卖这个的。
哎呀，兄弟，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。你说我戴上能帅吗？那像古惑仔似的。这正宗的生养货，999除菌，你们的要付账。哦，我就说嘛，原来是香港货呀。商量商量呗。上哪儿啊？陆锦路百货。这地儿不近呢，我能开票子啊？开多少钱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大表啊！暖和点了吧？多了。我听你那口音是粤东人吧？都是警察，猴哥，咱现在咋办？走，回去告诉老大。这死冷寒天来哈冷干啥呀？做大买卖来了？没有，做点小生意。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。你那包鼓鼓囊囊的，咋里边都是钱呢？啊？没有坏人，别害怕。真他妈能耐啊！到嘴的袍子都他妈飞了！二军哥，我还留了个心眼儿，我寻思啊，把他拉到修配厂，我们3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？就那个叫阿亮的，贼能打，就那个肯定练过。你别说我这体格子，就老4区都不一定能好使。他要是个善茬子，宋文、宋武能让他整死了？哥，你喝口酒消消气儿。
我都派人去找去了。你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，周围全是眼睛，肯定能找着。那个顺节百货那边，我叫人盯着了，有信儿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，你们不要个脸，我他妈还得要。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，让他给我闭嘴。哎，香港要回归了，俺们能去旅游吗？那咋不能去呢？咋的？你想去啊？啊，那得找民警办证。办证？对。哎，小本，来了，叔。我想去香港。去啥香港？多老远呢？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。铁岭，你真小子。哎，小北啊，我家电视又不亮了，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。行啊，你等我下班呗。拿着。这是啥？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，哎呀，老有营养了，给你爸妈尝尝啊。好，谢谢婶啊。哎呀，哎，郑北。啊。振兴路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。哎，行，我知道，好，马上过来。嗯。多少钱卖？这次昨天那辆带10万啊。哎，老婆，这衣服。现在又哭。我寻思，就是这个楼。啊，确定是粤东人吗？听口音像。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呢，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。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？知道，走，领你过去。好，那太好了。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儿啊，晚上收了摊儿，就在这附近转悠。遇着陌生人呐，都会警觉的。哎呦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哪儿的话，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吗？真遇着坏人呐，还得你们抓。是，这边啊，应该是这儿，就这个第2个门洞啊，这个我看他从这儿进去的。对，行，谢谢您啊。哎，来，我帮你退吧。没事。走，好了，你忙你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
给我！我的！给我的！给我！哎，干什么呢？别打了！别动！把他放下！过来！撒开！别跑！干嘛呢？快出来！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过来！再过来我弄死他！往后退！退！再不退我弄死一个！你把他放了，我不追你。啊！你往后退！退！舅舅。轨迹通往哪里？啊，他或她在诉说着什么道理，我却听不清自己的声音。